大家好，又歡迎翻到嚟我呢個頻道啦。今日咧，我要同大家探討下喺香港交易所上市嘅3隻恒生指數科技 ETF， 分別就係恒生指數科技 ETF 3032.HK、南方東英恒生指數科技 ETF 3033.HK 以及 iShare 恒生安石科技 ETF 3067.HK。呢3隻 ETF 咧都係追蹤恒生科技指數噶，但係佢哋之間有咩唔同呢？邊隻更加適合你嘅組合呢？我哋事不宜遲，大家一齊去了解下。咁講一講 ETF 嘅資料先，恒生科技指數 ETF 3032咧，佢費用率就係1年 0.68%， 基金規模咧就大概52億左右，每年派息一次嘅。而第二隻南方東英恒生科技指數 ETF 咧，費用率咧就去到 0.99% 一年嘅啦，但係基金規模咧就去到458.8億港元。去到最後一隻 iShare 安石恒生科技 ETF 啦，佢嘅管理費係3隻之間最平嘅一隻，每年咧只需要 0.25% 嘅啫，基金規模咧就去到138.12億，每半年派息一次，所以比較費用率 iShare 嘅費用率就最低，但係規模最大嘅就係南方東英嗰隻啦。咁我哋又去睇睇佢哋嘅持倉有咩分別啦。其實3032同埋3067咧，兩隻 ETF 嘅持倉咧大致上嚟講咧都係一樣嘅。反觀3033咧嘅持倉就有少少唔同。咁我哋嘅分別咧就係3032咧同3067咧就小米係最多，但係3033咧就反而係京東係最多。咁3032、3067嗰啲阿里咧同埋中芯咧都會係為之比較多噶啦，而3033咧就反而咧美團會多少少。咁但係大致上嚟講，佢哋個指數表現咧可能係會有少少唔同，但係亦都未必差別非常之大嘅。咁亦都係因為咧佢哋本身嘅持股有啲唔同咧，個市盈率方面咧都有輕微嘅差別嘅。因為目前為止咧都係21.7倍，咁縱然咧都持有唔同嘅資產啦，加埋嚟講咧都同埋個科指咧都大致同步嘅。咁嚟到最後嘅部分啦，咁你應該選擇邊一隻呢？如果你中意高流動性，中意方便交易同埋槓桿產品配搭多咧，就可能應該揀翻3033啦。佢本身流動性比較高啦，咁亦都適合一啲短線嘅操作。純粹從呢個使費嚟講咧，就3067咧就應該係比較好嘅選擇啦。因為佢本身嘅年費只係 0.25%， 所以你如果長期持有嚟講，佢嘅費用率咧的確咧係會比呢個3033咧優勝好多嘅。而 iShare 亦都係一個叫做國際品牌，咁大家亦都唔需要太擔心佢本身個管理人嘅問題嘅。如果你話好想支持本地品牌啦，咁啊可能咧就會揀翻3032啦。咁由恒生銀行管理噶嘛，香港本地品牌啦，當然啦，佢嘅費用率又唔係最低，而流動性又唔係最高，你揀佢嘅的確係支持香港品牌咁解嘅啫。所以要留意嘅係咧，3隻 ETF 咧都追蹤恒生科技指數啊，咁持股咁相似嘅情況底下咧，大致上你買邊隻咧都分別不大噶啦。本身佢亦都係高度集中喺中國大型科技企業啦，好似阿里啊、騰訊啦、美團、小米、京東咁樣，咁就會方便你唔需要話打散一隻隻去摸到一個中國科技浪嘅車啦。咁啊好處亦都係啦，佢主打嘅中國新經濟領域啊，咁亦都唔會好似恒生指數咁樣要買好多可能銀行股、本地地產，唔係話目前最熱門嘅股票，集中翻喺電商嘅社交媒體、雲端 AI、半導體呢啲咧，科技指數咧就會係比較合適嘅選擇啦。風險方面啦都要留意翻啦，咁啊高波動性啦，咁樣科技股波幅係比較大 ，ETF 嘅價格咧都會受到呢個政策啦同市場情緒影響比較多嘅。咁亦都係因為佢咁集中於呢個中國嘅新經濟啦，咁如果中國監管風險啊、反壟斷啊、平台規範呢啲政策變化咧，都可能會影響持股表現嘅喎。咁最重要嘅地方亦都係而家會大家關心多啲嘅就係地緣政治風險啦，咁啊中美關係亦都好多時咧會打擊到一啲相關嘅持股啊，可能騰訊啊、小米啊都會比較有風險大啲嘅，咁亦都會可能會影響呢個海外投資者嘅信心。3隻 ETF 追蹤同一指數，但係各有特色，無論你係長線穩健型啦，定係活躍交易型咧，都可以找到最合適嘅選擇㗎。最重要嘅係了解自己嘅投資目標同埋可以承受嘅風險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條片，記得點讚留言，下次見，拜拜。